一体成型的全铝合金外壳，好用的指纹识别加电源开关，完美的超级大满贯接口，支持外接独显，支持4个高刷显示器。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给大家介绍装置了 AMD Ryzen 7 H255 CPU 的高性能迷你电脑天贝 Mako。直接来看 H255 和8745HS 的对比， CPU 睿频一样都是 4.9 GHz， 基础频率都是 3.8 GHz， 都没有鸡肋的 NPU， 它们实际上是完全一样的。天贝 780M 核显小主机几年来一直销售的有3个型号，外形也各自不同。 GEM10 装置了 7840HS， 板在7500兆赫兹内存，是最小巧的天贝旗舰小主机。GEM12 是最著名的全能旗舰，它几乎配置了所有2代不同的 780M 核显 CPU， 7840HS、7940HS、8845HS、8745HS。 全铝合金外壳打造新外形的天贝 Mako 是最新的型号， Mako 将配置 Pro 8845HS 和 H255 2种 CPU， 它可能是最像 M4 Mac mini 的 Windows 迷你主机，大小也十分接近。那么大家更喜欢哪一款天贝小主机的外形呢？天贝 Mako 装置 AMD Ryzen 7 H255 8核16线程标压移动 CPU， 内置锐亮 780M 核显， DDR5 内存 5600兆赫兹，双 M.2 PCIe 4.0x4 的 NVMe 接口，视频显示输出，双 2.5G 网卡加 WiFi 6，侧方 Oaklink 接口。打开来看一下，主机和配件都在这儿了，2条 NVMe 散热胶垫和散热马甲。说明书，这单槽小电源19伏 6.32 安，一共120瓦的功率。拿起小主机，全铝合金外壳，塑料中框，顶盖中间是天贝英文 logo， 左下角是指纹识别加电源的一体开关键，终于可以使用左手指纹了。机身接口，前面板、耳麦口，双 USB 3.2 晶2 A 口，能够 PD 和 DP 显示信号一线通的 USB 4.0 接口。后面板19伏电源接口，能够 PD 和 DP 显示信号一线通的 USB 4接口，双 2.5G 网络接口，满血的 HDMI 2.1 接口， DP 1.4 接口， USB 3.2 晶2 A 口， USB 2.0 接口。侧方 Oaklink 接口，有一个橡胶防尘塞，这还是第一次见，好评。后部和底部都有通风口。卸下4颗底部螺丝，很容易取下底盖。我们来看看内部都有哪些接口。注意右边底盖上没有风扇，等下测试的时候要重点关注内存和 SSD 温度。双通道 DDR5 内存接口5600兆赫兹，2组2280的 PCIe 4.0x4 的 NVMe 接口，这里是英特尔 X200 WiFi 6无线网卡。我们拿到的是准系统，给它装上2条英瑞达 DDR5 5600兆赫兹的内存，装上1条 2T 容量的爱国者 7000Z NVMe SSD。 进入 BIOS， 首页显示 32G DDR5 5600兆赫兹内存，这里可以设置核显专用显存大小，最大 32G。 这里可以设置性能释放，有安静模式45瓦，平衡模式54瓦，性能模式65瓦。我们设置性能模式65瓦来进行本次的测试。这里可以设置最高整机功耗限制，如果我们接显示器 PD 和 DP 一线通，就需要在这里设置一下。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我们打开 i.64 跑 FPU 单考的压力测试， CPU 功耗一开始就一条直线跑在65瓦，此时整机功耗跑在90瓦左右， CPU 频率运行在 4.2 GHz， 在单考的1小时03分钟内， CPU 功耗一直保持65瓦，室温25度的情况下， CPU 温度最高上升到84度， SSD 温度最高上升到42度，即使没有后置风扇，这散热也非常强啊。我们首先使用天贝 Mako 主机的
Ryan 7 H255来转码，看看实际效能如何。最后结果是9分56秒，共计596秒。596秒的成绩算很好的，比天贝自家的2台 8845HS 差一点点，比自己家的 7840HS 要强。CPU-Z 多线程7000点1，单线程 673.9， 多线程成绩比天贝自家的 8845HS 弱一些，比自家的 7840HS 强。Geekbench 5多核12035，单核1903，多核成绩还超过了自家的 Pro 8845HS。Geekbench 6多核12844，单核2541，多核成绩和自家的 Pro 8845HS 差不多。Cinebench 223多核16688，单核1746，多核成绩很可惜没有上17000分，超过了自己家的 7840HS。Cinebench 2024多核956，单核104，多核成绩超过了天贝自家的 7840HS， 不如自家的 8845HS。Passmark 多线程31460，单线程3874，多线程和友商的 K12 接近。综合来看，目前这台天贝 H255 CPU 多线程能在 780M 核线中靠前，比自己家的 7840HS 强，不如自家的 8845HS。接着跑娱乐大师，总分1588217， CPU 得分931951。我们还给这台 H255 运行了 OpenDriver 测试 ，AES 8922535， XX20 3663348， Core Mark48822， 在 Core Mark 成绩上很可惜没上50万分。接着玩游戏，地平线5 1080P 高画质，不开抗锯齿，普通场景80到90帧，复杂场景70多帧。路况安全时转向。地平线4 1080P 超高画质，开了2倍抗锯齿，80多帧。英雄联盟 4K 中画质，最后大团战平均100帧左右。原神 1080P 高画质，跑起来战斗起来稳稳60帧。赛博朋克2077 1080P 低画质，没开光追，跑性能测试52帧。古墓丽影暗影 1080P 高画质，运行性能测试平均帧42帧。黑神话：悟空使用游戏中的性能测试工具 1080P 制定画质，超彩开到50，开启真生成。最后结果是平均66帧每秒，实战一下。
这就是 Radeon 780M 核显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先来看一下游戏时的温度情况。CPU 最高89度 ，SSD 最高47度，内存最高温度79.8度，这散热不错啊。看一下 3DMark 的图形得分 ，TimeSpy 2987，FireStreak 8651，Still No Man Night 21.18 FPS， 稳定度 98.8%， 通过。我们把 3DMark 的测速数据做成图表 ，H255 的各项成绩不如板在7500兆赫兹内存的友商，但和自己家的 8845HS、7840HS 差不多。要知道，相比它们 ，H255 的核显频率少了 0.1 GHz。跑那么 3.1 8B 大模型还是探测编程，跑到了 14.32 token 每秒，没有 NPU 的 8745HS 和 H255， 反倒跑在了 780M 核显的前列。显示接口输出 HDMI 接口最高支持 4K 144赫兹10位 RGB 显示信号输出 ，USB 4和 DP 接口输出 DP 信号最高支持 4K 144赫兹10比特 RGB 显示信号输出。我们这台显示器支持 DP 接口超频到160赫兹，超频后 USB 4和 DP 接口能够支持 4K 160赫兹10位 RGB 显示信号输出。索尼 OLED 电视连接 HDMI 线缆。小主机能够输出 4K 120赫兹10位 YCP4R 444的非压缩信号。Radeon 780M 核显的视频解码能力，最高能硬解本地 8K 60帧 AV 视频 ，YouTube 8K 60帧 AV 视频可以流畅播放。我自己安装的 NVMe 硬盘测试7100兆比每秒，最佳的 PCIe 4.0x4 的存储读写能力。USB 4接口外接雷电硬盘盒3100兆比每秒，这是不错的 USB 4外接存储的性能。WiFi 测试，英特尔 X200 WiFi 6无线网卡跑上了840兆 bps， 算是我的 WiFi 6无线网络环境中很好的水平。天贝 Marco 装置了8核16线程的 H255 CPU， 65瓦的性能释放。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整机最高功耗100瓦，待机最高功耗 8.3 瓦。按上面这些结果，120瓦的单槽小电源能够搞定。室温25度的时候 ，CPU 待机温度36度 ，SSD 待机温度36度。这台小主机65瓦性能释放，单烤 FPU 满载的时候，机身噪音是57分贝左右，收回在耳边是接近47分贝。我们也设置了平衡模式和静音模式，各跑了1个多小时的 FPU 单烤。平衡模式 CPU 性能释放54瓦。CPU 最高温度80度，静音模式 CPU 性能释放45瓦 ，CPU 最高温度73度，散热都非常可以。设置整机功耗90瓦限制之后，可以和我 PD 输出90瓦的 LG 显示器一线通，前后置的 USB 4接口都能行。天贝 Mark mini 电脑装置了8核16线程的 H255 CPU， 65瓦的性能释放。CPU 多核性能在所有 780M 核显小主机中性能靠前，它超过了自己家的 7840HS， 低于自己家的 8845HS。这台小主机的接口最完美的旗舰大满贯的水平，双 NVMe 双 2.5G 4个高刷显示接口，还有板载的可以外接独立显卡的 Auklink 接口，左手指纹识别，后部散热出口在各接口的上方。看来厂家是真听劝啊！前后置 USB 4接口都可以和 PD 和 DP 显示信号一线通，准系统销售价才1999元，这价格不错的。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优点，它真是外形最接近 M4 Mac mini 的 Windows 小主机，算好看啊！减少后置风扇后，散热没有受到影响，但 CPU 满载的时候，风扇声音稍微大一点，这也算一个小小的缺点吧。各方面来看，这是一台很优秀的性价比旗舰迷你电脑。总结一下，65瓦性能释放下，它是一台性能不错的 AMD Ryzen 7核显小主机，散热优秀，静音稳定，有优秀的超级大满贯接口，双 USB 4都能接入 PD 电源，并输出 DP 显示信号一线通，接口和硬件功能性达到了迷你主机的顶级水平。这是一台设计做工、散热静音、接口和性能都优秀的小主机，
目前首销的价格才1999元。我们对这台天贝 Mako 小主机给出强烈推荐的评价。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是老白，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